えて Hello，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大川哈。那么今天我们聊一些有关日本的一些文艺上面的一些小新闻吧，包括成人文艺哈。那么先说这个成人文艺的这么一个小新闻哈，就说最近出了一个新人哈，然后这个新人呢，我感觉搞不好发展有潜力啊，有可能会成为山上优雅的接班人哈。他呢名字叫朱恋生。然后呢，是 SFD 社新推出的一个大型新人哈。这个女生呢，她以前呢是做艺能人哈，也就是说她做过艺能圈。然后呢，她是艺能圈是在她10几岁的时候呢一直在做，但是呢后来呢好像没成功，然后呢就转了做 AV 哈。然后呢说是练了20年的芭蕾哈，然后这真的是苦练出来的哈。就因为她苦练芭蕾的这一点，然后长得又好看，身材也可以哈，身高啊体型的。各方面都非常的完美哈，有可能真的会给各位绅士带来一个新的幸福生活。那么之前我讲成人文艺的时候呢，也讲过这么一个道理，就是成人文艺呢，它是一个绝对的悲剧哈。如果说这个女生越努力，然后呢越是高雅，越是高贵，然后把她征服的。把它拉下水，从这种理性的状态拉到这种就是堕落的兽性的状态，这个东西呢，其实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东西。就因为这一点呢，我认为它是比较有发展潜力的。然后呢，还有一个事儿呢，我觉得就是真的叫做不吐不快啊。事情呢是有关一个叫做《咒术回战》的漫画哈。就是如果说你还在看动画的话呢，你最好不要听这个剧透。然后呢，我给你一点时间，然后你决定一下要不要往下听呢。然后这个《咒术回战》呢，最近的漫画的最新话，就让整个中日网友都破大防。就是说，真正的主角啊，五条悟啊，在这个第236话呢，被两面宿傩呢给腰斩了。那么这个问题为什么会那么严重呢？你要知道，《咒术回战》这部漫画呢，其实虎杖悠仁呢是个假主角，他根本就没有承担主角所需要的任何一点东西存在哈。然后呢，之所以这个漫画大家在看呢，其实就是要在看五条悟哈。大家一开始呢，以为五条悟是一个像卡卡西一样的一个好老师，但是呢，看到后来呢，才发现，哎，五条悟就是不可一世、嚣张那个样子，然后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可以说是《咒术回战》里面最有逼格的一个角色嘛。这个角色呢，在最新话呢，居然会死成这个样子哈，然后呢，让大家呢都感觉到特别的寒心啊。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次事件为什么会引发大家那么大的争议呢？主要就是《咒术回战》这个作品呢，它本身不好。你要知道呢，就是我很多时候看见动画哈，我一开始是不追漫画的，然后呢，我看到这个动画之后呢，如果我觉得这个动画第一话就第一集很吸引我的话呢，如果我能够的话呢，我就一定会去追这个漫画哈。有的时候呢，就是动画第一话呢，就会勾起我看完后面所有故事的这个欲望哈。比如说链锯人呐，还有什么我推的孩子这些哈，就是动画特别的精彩，第一集就特别的精彩。然后呢，后来看了漫画之后，觉得哇，这漫画是比动画还精彩啊！自己都不能够坚持做一个动画党哈，就是如果说你看原著的话呢，很容易就成为剧透党，但是忍不住啊，就是要往后看。但是《咒术回战》这个作品呢，它第一集的质量如此之高的情况下呢，我都没有想要看它后面的漫画。原因是什么？就是这个漫画它非常的绝望，而且呢，它是非常的散乱，它没有什么主要的目的性，没有任何勾着你想要看下一话的那种东西在那里。你就比如说，为什么说它绝望呢？就是它每一个故事呢，到最后呢，没有好结局。就到现在为止，你把它所有的出过的这个故事，然后你把它拢一遍，都是悲剧，没有任何一个喜剧，没有任何一个人得到成长，全部都是善良的人无缘无故就死了，然后没有什么因果报应，坏人呢长命百岁，好人呢都早死超生。所以虽然它这个动画呢打斗的非常的有看头，然后呢动画也非常好看，但是呢就是不会引发你想要追下一话的这个欲望哈，然后你就觉得下面的故事没有什么想看的。你就举个简单例子，就《咒术回战》最近出了一个喜欢虎杖的，就喜欢男主角的一个女生嘛，然后呢你看着哎他们两个是不是要谈恋爱，你一想他们要谈恋爱的时候呢，你就不想往下看，就一定不是好故事，就你不可能说他们两个顺利的谈恋爱，要不然就是虎杖为此怎么样付出了巨大代价，要不这个女生就死了。同时呢，就像我讲的，他这故事特别的散乱，就是你要说这个咒术回战他们打来打去打了个啥呢，就是你就不知道他们在打啥，就是为了打而打。你看这个正义方吧，也没多正义啊。五条呢虽然实力很强，但他吊儿郎当，性格非常的糟糕。然后呢，坏的那方面呢，就咒灵那一方面，你也不知道他们想干嘛。就现在出了那几个大反派，
都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目的。就夏油杰吧，好像还有点目的哈，但是夏油杰不是死了吗？那个两面宿傩，你也不知道他动机是啥，他搞这些事情干什么？就每一场战斗，正义方和邪恶方都没有目的啊，就是互相打。然后你说这五条悟和这个两面宿傩，其实两个人都属于进入了那种武痴的状态，就是本来吧，五条悟有很多机会早点把这个两面宿傩给它收拾掉，因为两面宿傩它一开始它只有15根手指，但是呢，他为了挑战最强的这个两面宿傩，让这个两面宿傩变成19根手指的两面宿傩，然后就被打败了。你就想想看，他都跟什么世界和平啊，我要干什么大不了的事啊都没有关系。就像我们讲死火海，就是火影啊，还有这个叫做海贼王。还有这个死神，你会发现死神是你追没有追下去的动力，他每一画都画得特别的好看，但是呢，你不知道为什么要看的，就是因为那个主角的医护啊，他没有什么梦想，他没追求。就像我讲的，就是 AV 这个东西呢是绝望的文学，所以呢，它一定到最后都是悲剧哈。你要看它呢，你也是到最后你也觉得自己是个悲剧。你要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文学，所有的这些文艺作品，它和 AV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什么？它得传递希望，就是说你在里面呢，你知道那个东西是假的，但是呢，你看着会很感动的东西呢，你是要一些的。你比如说什么路飞，还有这个叫做鸣人，他们都有梦想嘛，鸣人他有追求嘛，他要做火影，所以呢，你会很容易把自己投入到那个角色上面去。反过来讲，咒术回战，它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希望。你说这个男主角，他进去这个咒术界，然后他想干什么？迷茫啊，不知道干什么。然后五条悟他干什么事情？他有什么目的啊？他除了装逼之外，他还会干什么啊？没有啊，他也只会装，就是他所有的人都没有行为逻辑。这个东西和那个死神是比较像，所以呢，这个作品本来是会让你不想往下看的。但是呢，这个借鉴下啊，他实际上玩了一个非常巧的梗，他就是把五条悟这个人给塑造出来。你要知道，五条悟这个人啊，就是整个咒术回战里面唯一的希望所在，就是大家要看呢，就看他。然后正因为这个五条悟有领先所有人这么一大截的实力在那里，就会让你觉得邪恶到最后呢，肯定战胜不了正义。所以呢，五条悟的任务呢，其实和那个一拳超人里面的奇遇老师是一样的，就奇遇老师摆在那里啊，就会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坏蛋再怎么坏，再怎么强，哎，我奇遇老师出手总能够把他给搞定的。有五条悟这个人物存在的时候呢，你还觉得这个作品呢好像还能看下去哈，就是因为战力上严重的不平衡所导致的。但是问题是，正因为这种战力的严重不平衡呢，你把这五条悟干掉之后，那你咒术回战就真的什么希望都没有了。就你比如说这个五条悟死了之后，那个鹿子云一啊投入战场啊，拼了命的啪飞过来哈，样子挺帅的，但是大家都说这个人的水平和五条悟能差多远呢？你要想想看，五条悟是所有咒术界里面，就他所有的正面角色里面，要比任何人高出2-3个档次的这个最强的这个存在哈。就他如果是挂了的话，就没有人能够顶得上五条悟啊！就是现在的所有的人苦练300年，可能能赶上五条悟，就这种巨大的差距哈。你的鹿子云一去，你就有点像什么？说这个孙悟空和弗利萨打到最后，孙悟空挂了，然后你召唤神龙复活个雅木茶。所以说，如果说五条悟后续的剧情它没有复活，这个作品呢，基本上咒术回战就已经结束了。你再怎么看，你都不知道看什么了，你已经没有奔头了。所以呢，当它成为一个完全的悲剧的话呢，那它就跟一个成人电影没什么区别了。所以我为什么在一开始把这个成人电影放下来，强行的把它扭在一起。所以我也只能感慨，就是说你要知道现在的日本的这些作品啊，就最近他发刀片的人特别多啊，就是漫画界里面破坏自己设定，然后让读者特别难受，然后让这个作者也没有得到任何好评的这些事情，最近是接二连三。我觉得这可以反映出就是日本现在面临的一个处境吧，就是漫画这个东西呢，其实很反映就是群体心理啊，就是你这个艺术创作者自己的心理会很好的投放在这些文艺作品里面。如果你的文艺作品在那个时候呢都是非常颓废，然后都是非常绝望的话呢，那说明你这国家呢其实也正在走一个巨大的下坡路。你就比如说我们讲画漫画，如果说你画那个人呢，哎呀笑得可开心了，那你真的就是也是笑得很开心。你的脸呢，你就不自觉的你就会笑。你要画一个人很愤怒啊，你的脸就是那种愤怒的脸，然后你要画个悲剧的话，你我要哭死了，你的表情是会随着你要画的东西会改变的哈。所以呢，你说咒术回战的作者在画这一部分的时候呢，
他的表情是怎样的，你就知道，就说明日本的环境就是让他笑不出来。所以呢，我以前不知道怎么评判《咒术回战》这个作品呢，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喜欢他，然后觉得他画的挺好的，然后呢，但是我不是很喜欢。就他之后再怎么想去挽回的话呢，都比较困难。我能想到的一个方式呢，就是什么陆子云一上去。只是放了个烟雾弹哈，放出了一个绝招，就是逃跑的绝招，然后把五条悟的半个身子给他救出去，然后用一些特别奇怪的这治疗方法能把他复活。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就是整个咒术回战的战力设定呢，就是五条悟第二，两面宿傩第一，然后剩下的人呢，就算排第三呢，也是他们的几分之一哈，就根本就不能参与到这两个人斗争当中去。所以呢，你不救五条悟。那么就没有人能够和两面宿傩就是正面对刚，所以2.5条悟的这个新闻呢，就实在让我想说一句，就是日本现在的这个漫画界怎么了？怎么就那么丧？你们就找不出任何一点有希望的事情吗？你就和其他的作品来比，像《鬼灭之刃》呢，其实是比较传统的一个作品嘛。然后呢，它里面也死了一个人物，叫做炼狱兽信郎嘛。但是你要知道，炼狱兽信郎他只是几个队长当中的一个，他也不是战力天花板。然后呢，他和其他人的实力差距也不大。然后呢，他有一定的实力设定在那里，所以呢，你不会那么绝望。但如果说我们讲炼狱兽信郎是整个鬼灭队里面水平最高的一个人，然后呢，其他的8个人加一起都打不过他。然后你说这个时候一个上弦之3的鬼就把这个炼狱兽信郎给干掉之后，你觉得这个漫画你还能看下去吗？就是你自己就想想看，这个借鉴下到底干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好吧，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做到这里哈，今天就聊了一下动漫啊，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